这看着好像啊。这里边是烟熏肠，叫什么 smoke sausage。这还有面包条。这不辣吗？不辣，它没写的辣椒。它这个服务员也说的不辣。买了吗？正好啊。就是6点关门。正好呗。晚上票。OK。他那门口都是2个外边210个，哎，那叫大大。那万一那个雨下1天呢？那也继续，那也可以。对呀，那也得去。除非下冰雹。这边还这么热闹呢。大家好，欢迎来到三叔的频道。今天是2023暑假旅行的第11天，也算是小朋友们在泰国旅行的第8天。今天可以说是在清迈 City Walk 距离最长的一天。上午从宁曼路转回到清迈古城，沿着西瑞曼卡拉杰路一直往南走到素贴路，逛了逛松德寺。是，它这一片好像就是带着停车场的。然后沿着素贴路走进清迈古城的西门花园门。今天选择住在清迈古城的西南位置。下午从桑劳路去往百哈公园，中间正好路过帕洪寺。然后沿着清迈古城西侧的阿拉克路北行，绕回到帕辛寺，再沿着辛哈勒路北行，在人气非常高的森林咖啡馆里吃了一顿丰盛的晚餐。不巧的是赶上了下雨。真的，这叫什么 smoke sausage？这不辣吗？不辣。吃过晚餐，打着雨伞又回到泰国邮政，邮寄几张明信片。今天正赶上三王纪念碑有大型的庆祝活动。随后小朋友们坐着突突车又去欣赏了罗摩利寺的夜景，晚上又坐突突车来到了清迈最大的清迈夜市，也就是长康路夜市，又吃了一顿美味的泰国街头小吃。高不高？这一天小朋友们总共行走了大约10公里，加上之前的行程，今天基本上把清迈古城转遍了。早上9点20去吃早餐，今天的早餐还算比较丰盛，有肉有蛋，还有炒面炒饭，多吃点儿，因为今天的主要行动就是清迈 City Walk。我不敢吃这鸡蛋。吃过早餐，上午10点坐在路边休息一会儿。今天的天气又是有些阴云不定的，没准儿还会出来大太阳。小朋友们回房间研究研究地图，最终决定走回清迈古城。上午11点10分，从西瑞曼卡拉杰路出发，先往南一直走到素贴路，顺便去转转松德寺。昨天简简单单转了转清迈著名的宁曼路街区，感觉这里似乎并不太适合小朋友们。小朋友们自己也觉得还是清迈古城里更好玩一些，所以今天还是选择返回清迈古城。很大一部分原因，清迈古城里还有一些地方没有转完呢。其实在清迈古城的西北，清迈古城与清迈大学之间有一条宁曼海闽路，简称宁曼路。这里是清迈闻名的时尚创意汇集区，也是世界各地来清迈的年轻游客最喜爱的地方。在宁曼路的主干道上，车辆很多，非常嘈杂。一般所说的清迈宁曼路，通常指的是一片鱼骨状的创意街区，
北起怀开路，南至素铁路，从西边的宁迈海敏路到现在我们走的南北走向的西瑞曼卡拉捷路。这一片创意街区主要是集中在青曼路东侧单数的支路小巷里，从北边的宁曼1号往南按单数能排到宁曼路17号巷。走在这些小巷子里，会看到各种情调的店铺、咖啡馆、酒吧、餐厅等，据说很多都是设计师、艺术家和演艺明星所开的。尤其这边日本、韩国的餐厅也特别的集中。另外这里有很多的按摩店，感觉在清迈逛街，按摩店好像比餐厅还多呢。其实宁曼路这一片区域的发展时间并不长，那为什么在这里会突然间出现上百家网红店铺呢？宁曼路为什么这几年突然间就在清迈爆红了呢？众所周知，泰国几乎是亚洲唯一一个幸免于2次世界大战的国度，国土稳定时间相当的长，同时又是一个君主制、全民信仰佛教的国家，所以泰国本地人的生活，包括言谈举止间，总是充满了微笑和灿然。尤其是泰北地区，森林广袤，物产富饶，是处于热带的泰国唯一可以感受到四季变化的地域，所以即便对于泰国本地人，清迈也是一个非常著名的旅游城市。在曼谷，在清迈能感受到这里的游客组成特别接近世界各国人口比例的原样，也就是说，走在曼谷和清迈的大街上，世界各地的游客几乎都能见得到。尤其在人潮汹涌的夜市上，让你瞬间迷失，这是在亚洲还是在欧美？清迈最著名的清迈古城，四四方方的面积很小，古城中密布着寺庙、旅馆、酒吧和各色餐厅，相比来说比较古朴，并不适合创意发展，所以古城外西北的宁曼路区域才会有机会发展成为以网红店为主的清迈旅行清单中必选的小资情调的创意街区。1997年7月2日，亚洲金融风暴席卷泰国。不久，这场风暴横扫了马来西亚、新加坡以及东亚、中日韩等国。这场风暴打破了亚洲经济急速发展的景象。在那以后，泰国的创意产业开始得到越来越高的重视。20多年后的今天，泰国年轻人的创意能力更加突出，尤其是一些创意爆款的广告片，更能展现出泰国年轻人的脑力和活力。回到宁曼路发展的创意之路，大概也是近10年才逐渐成型的。其实宁曼路的兴起，大概要从1000泰铢的纸币说起，上面印着影响甚至重构当代泰国的拉玛9世国王普密蓬阿杜德的头像。这位全世界最富有且极具文艺范儿的国王脖子上挂着一台相机。普密蓬阿杜德是唯一一位出生在美国的泰国国君，6岁时随母亲移居至瑞士生活学习，7岁获得人生中第1台相机，对摄影的狂热从此便一发不可收。无论是重大纪念日活动、生日诞辰、正式或非正式场合，他都会带上挚爱的相机出席，即使到了老年也从不离手。这种文艺气息便自上而下地浸润在泰国国民的生活点滴中，甚至尤其影响着年轻一代。因为毗邻清迈西郊的清迈大学，所以宁曼路的艺术氛围自然更为浓郁。据说很多清迈大学毕业的毕业生不想出去工作，就自己在宁曼路开个小店，做点自己喜欢的事情。毕竟在清迈没有每天被生活强迫的压力，更多的是恣意地享受着生活的温润与安然。宁曼路聚集了大量来自世界各地的年轻人，或许是因为出行前的攻略介绍，或许是因为友人的旅游推荐，也或许是因为流连于本地人的闲适生活而再也不愿离开。不过宁曼路上的多数店铺通常都会在下午5点或7点结束营业，只有餐厅打烊会晚一些。在清迈，所有的酒吧和便利店半夜12点以后都不允许售卖各种酒水。在这看似惬意放松的城市里，即使是风情万种的夜生活，却处处充满着克制。换句话说，现在宁曼路像极了一位正值花季的健康成长的少年，正处于人生中对外界知识最渴望知晓也最容易汲取的年纪，
也可以说，年轻人的脑力和活力，以及对生活的态度和精神状态，造就了宁曼路的发展，奠定了在世界各国游客心目中的地位。不过小朋友们还小，还体会不到年轻人的乐趣，估计再过几年也会喜欢上宁曼路吧。走了大概15分钟，在即将到达苏铁路路口的位置，路东侧有一座小型的购物中心松德公园，这里有很多餐馆、快餐店和咖啡店，也是当地清迈大学学生特别热衷的地方。另外，旁边的8层立体停车场可以直接通向清迈大学附属医院。很快我们走到了苏铁路，这是一条从清迈古城西门花园门到苏铁山下清迈大学的道路，也算是清迈城里非常繁忙的一条东西主干道。向左转，沿着苏铁路往西走一点，路南边有2间咖啡厅和1间派出所，路北则是清迈大学牙科学院。路南更远的大院子里就是著名的松德寺。还是老规矩，妹妹带着妈妈走进了咖啡馆，哥哥带着我沿着公路准备走进这座寺院。原来这是哈马朱拉隆功佛教大学的北校区，该大学是泰国2所公立佛教大学之一，也是泰国最古老的佛教大学。松德寺以其大型镂空的金顶佛殿而闻名，紧挨着佛殿南侧是一片绿地，路上矗立着几棵参天古树，显示出寺庙的历史年代感。它这一片好像就是带着停车场的。在大佛殿的西边，一座金色的大佛塔下安放着一块佛骨舍利。寺庙西北部有一大片标志性的纯白色佛塔群，实际上这是清迈的兰纳皇室的墓地。向左转，在松德寺转了大约半个小时，此时正好是中午12点。回到繁忙的素贴路上，远处的素贴山笼罩在阴云之下，不过在这里还是阳光明媚，太阳晒着确实很热。穿着 T 恤背着包，早已经湿透了。妹妹带着妈妈在咖啡馆里歇着，进去凉快一会儿吧。旁边派出所的警察似乎也把街边的2座咖啡馆当作开会和休息的地方。又过了10分钟，凉快下来之后，我们继续赶路。接下来要沿着素贴路一路东行到清迈古城的西门花园门，然后最终到达古城内的酒店。路边有树荫，溜达起来还是挺舒服的。正好路过一座小学，松德寺小学。小学多漂亮啊！路边有很多的小吃店，不过中午这个点儿吃饭的人好像并不多呀。本来到清迈之前，在曼谷的时候，小朋友们就计划要去清迈大学里转转，因为在曼谷的朱拉隆功大学里，他们直观的感受就是很好玩、很漂亮，又大又漂亮，好像一座大公园。可是后来听说清迈大学不能随便游玩，不仅收费，还只能坐着电瓶车转，一时间他们便失去了兴趣。不过话说回来，清迈大学真的是不小呢。从素贴山下一直延伸到清迈古城西门，感觉除了宁曼路一带，清迈古城西边都是清迈大学的势力范围。这不，素贴路的路北一座座大楼也都是清迈大学的。
清迈位于泰国北部，是泰国的第2大城市。一直以来，泰国的大学大都集中在首都曼谷，这就造就成其他地区的学生想上优质大学的愿望很难达成。泰国人民强烈呼吁国家设立地方性的大学，以促进地方高等教育的发展。自1950年起，泰北人民呼吁国家在清迈设立大学。泰国政府也意识到，并且认为在泰国农业较为发达的北部设立著名大学是当务之急。所以根据1958年的地方性教育发展计划，泰国政府在清迈设立了第1所地方性大学，就坐落于有着700多年历史、传统文化和优美自然风光的清迈府素贴山脚下。1960年3月29日，泰国政府正式批准设立清迈大学。1964年6月18日，清迈大学正式招生、开学授课。1965年1月24日，拉玛9世普密蓬阿杜德国王及施利吉王后亲临清迈大学主持大学揭牌仪式。清迈大学的设立是泰北兰纳人民引以为傲的大事儿。2008年3月7日，清迈大学被正式设立为国立大学，也是清迈唯一一所国立大学。清迈大学除了为泰北学生提供高等教育的机会，也为外国留学生提供高素质的学习环境。清迈大学以工科和医科最为出名。素贴路的路北就是清迈大学附属医院，因为坐落在松德寺附近，所以当地人也称之为松德医院。据说松德医院始建于1959年，每年为超过100万名患者提供服务。眼前这座15层高的苏基诺大楼是普密蓬国王于1985年正式启用的。苏基诺大楼是以德高望重的泰北著名高僧龙普瓦恩苏基诺的名字命名。苏基诺大楼是高僧的追随者在1978年为纪念他的90岁生日而筹建的。1985年，苏基诺高僧于松德医院逝世。前几年，据说医院花费了10亿泰铢，对大楼设施实行了现代化改造。就在松德医院的周围，还分布着清迈大学医学院、清迈大学医疗技术学院和清迈大学护理学院。继续往东走，视野越来越开阔。路南边院子里还有一座孤零零的古塔，好像是一座废弃寺庙的遗迹。院子里是女王陛下诞辰60周年国家博物馆清迈分馆。再往前走就是清迈古城的西门花园门了，也可音译为松达门。松在泰语是花园或公园的意思，达是达麦的缩写，在泰语中是花的意思。快走！当年距离这城门不远处，有一座花团锦簇、芳香四溢的皇家花园。兰丹的国王和统治者会带着家人和皇室随从前往花园放松身心，偶尔在池塘里沐浴。后来那里变成了松德寺。清迈古城的西门就是通往花园的大门，因此也被叫做花园门了。走过花园门，我们继续沿着清迈古城护城河内环路阿拉克路往南走。
虽然大部分时间走在树荫下，但此时小朋友们看上去都已经晒黑了。别说今天这天气走了这么远，对小朋友们来说还真是挺锻炼人的。再坚持一会儿就能到酒店了。阿拉克路上车太多太吵，小朋友们决定深入古城，找些清静的小路行走。这也是个 school。我们过马路，绕过北部盲人学校，这是由皇后赞助的盲人按摩学校，还带有盲人按摩店。走进桑劳路1号巷，稍微清静了一些，但不幸的是，这条路上几乎没有了阴凉，小朋友们只能打着伞前行了。白天在古城里还真是见不到什么游客，何况现在是大中午的，看来没几个人会顶着太阳出来活动的。看看手机地图，继续转入更窄小的勒查曼卡9号巷。关键现在还不是特别的潮，是吧？晒着太阳很舒服。拐弯吗？拐。也是。哇，这才叫古城的样子吗？对。哇，你看。接着又转入阿拉克7号巷，在这种小胡同里溜达，虽然没有树荫，但也会感觉稍微心静一些。路边好像就是当地居民的住家，虽然都是住在古城内，但相比之下比平遥古城要自然得多。向右转。他说下午4点就关门了。这回彻底清静了，其实晒着太阳走走路出出汗，这倒也挺舒服的。这种天气一动就出汗，索性还不如多运动多出点汗呢，反倒会觉得更舒服一些。一会儿到酒店就可以痛痛快快的冲个澡，吹空调，凉快了。接下来转入到勒查曼卡8号巷，路边又是一家精致的按摩店。在清迈古城里还真有一种酒香不怕巷子深的感觉。太棒了！这是个庙吧？走到头，来到勒查曼卡路，路对面是穆恩贡寺市立小学。红绿灯右转，旁边就是穆恩贡寺。据说寺里有一座卧佛，寺的名字是万钱堆的寺庙的意思。不过此时此刻，小朋友们已经对逛寺兴趣不大了。现在他们心里想的就是赶紧到酒店休息休息，凉快。沿着勒查曼卡路继续往东走，前方不远处遇见了红绿灯，这在古城里是很少见的。从此往南就转到桑劳路上。小朋友们自己在手机地图上找的酒店就在桑劳路4号巷里，酒店价格不贵，还是个4星级呢。向右转。右转。哇，这好繁华呀！中午12点50，小朋友们成功抵达酒店，赶紧冲个澡，打开空调，好好休息休息吧。我们住的房间在1楼，酒店的吸烟区就在1楼外，这下即使是半夜出来也是非常方便了。下午2点半，小朋友们休息差不多了，我们再次出发，从桑劳路往南走，先去帕洪寺看看。继续往南走，便是位于清迈古城西南角的古城内唯一的一座公共公园——百哈公园。整体看来，百哈公园是一个绿色成荫的休息场所，有池塘、喷泉，是一个适合带家人一起活动的公园。现在你过去给你拍一张，你最喜欢这个。
在百哈公园里玩了1个小时，我们从南门走出来，路过清迈古城的西南角福安角，转过来沿着阿拉克路往北走，碰见一家中国超市，正好进去买几张明信片，拿着明信片继续往北走，很快走到一家货币兑换服务点，汇率还可以，再换一些泰铢现金吧。手里有了钱，走起路更起劲了。路对面很热闹，好像是一所学校，地图上显示是瓦塔多西帕亚普学校，据说这学校有着很深厚的皇家背景。现在不热了是吧？你看他们校服。从阿拉克路转入了查曼卡路往东走，小朋友们接下来是想去森林咖啡馆吃晚饭，所以我们还要沿着小胡同走街串巷，走着走着转入到勒查曼卡9号巷，这小胡同真是够窄的，然后转入到阿拉克7号巷，好像又回到了中午走过的胡同里，然后沿着勒查曼卡8号巷往北走，再转入进桑劳路1号巷，继续往东走一点就是南北通路桑劳路了。沿着桑劳路往北走，很快我们就走回到了帕辛寺。很遗憾，今天同样没有时间进去看了。继续往北走吧，走到因塔华洛洛路，西边是帕萨寺，也叫城府寺，路口就是吉祥寺。又看到了欢迎游客的小和尚。你看他让你进去看看，帕凤寺。现在差不多是下午4点多，距离小朋友们想去的森林咖啡馆还有一小段的路程。此时好像正赶上学校放学，路边是霍普拉学校，学生们坐在地上，看上去很自在。继续往北走，快到维安桥路，再次路过达普派寺。小朋友们期待已久的隐藏森林咖啡馆就在维安桥路的路边。此时突然下起了雨，正好赶紧走进咖啡馆里吃大餐了。据说店主拥有自家的咖啡园，这里不仅仅是一家咖啡馆。小朋友们点了一份意大利面，一份海鲜意面，还有巧克力椰子和热巧克力。我点了一份冬阴功汤，还有一份浓缩咖啡。哇，你这看着好香啊！这里边是烟熏肠，那叫什么 smoke sausage。这还有面包条。这不辣吗？不辣，他没写的辣椒。他这个服务员也说的不辣。是没有鱼。没背着，就今天没背着。吃晚饭，小朋友们都不舍得走了，不过不走也得走啊，他们还要赶紧去邮局买邮票、邮寄明信片呢。沿着新哈勒路4号巷绕了一小圈，又回到了维安桥路上，很快来到了帕跑考路，邮局还是3王纪念碑旁边的那个泰国邮政。小朋友们很幸运，在邮局关门之前买到了邮票。买了吗？正好啊。就是6点关门。正好呗。OK。我闲着没事儿，走过勒塔维西路，再去看看3王纪念碑。没想到今天这里有重大的活动，很少见到的泰国警察都上街维持秩序了。สถานที่บอกเขาแค่นั้นจะได้ไปขอทางเทศบาลนครเชียงใหม่อนุเคราะห์จากท่านนายกเทศมนตรีนครเชียงใหม่สถานที่
อนุสาวรีย์3 สัตว์ได้จัดกิจกรรมแล้วก็มีการอบจก็มีกับแนวเทศมาร่วมสิบฐาน9 ที่600 ตัวนะครับเทศบาลนครเชียงใหม่พระนุเคราะห์เมตตานำเอ็มแมนซิแล้วก็เอี่ยม200 ตัวในการเวทีนะครับของคณะสงฆ์พิรสถานในเครือข่ายของวัดพระเจ้าโดยสุเทพของที่ต้อนรับของวัดตองตานะครับเข้าสู่บริเวณขวัญแก้วอารามของวัดโลกพอดีแต่เราอยู่ในบริเวณอนุสาวรีย์3 กษัตริย์小朋友们写完明信片，贴好邮票，扔进了邮筒，然后又来到阴塔印寺看了看。天色渐渐暗了下来，突然哥哥说，清迈古城北边的罗摩利寺非常的漂亮，不如现在天黑了再去看一看夜景。于是他们用 Grab 打了一辆突突车，奔向罗摩利寺。大约晚上7点半，再打一辆突突车，直接去清迈夜市，也就是传说中的长康路夜市。长康路夜市由好几个市场组成，包括清迈夜市、草垛夜市，再往南还有阿努善夜市。在草垛夜市看了会儿表演，小朋友们决定回到街头小吃广场吃点宵夜，来个椰子，再来一份炒冰淇淋。实在忍不住，我又去要了半只烤鸡和一大份薯条炸鸡。吃完叫了个车，晚上10点半，我们回到了酒店。哇，这边还这么热闹呢！我刚才好像没有往这边走，这边还有说这边也算酒店外面的吸烟区很方便，很舒服。晚上坐在外面特别的凉快。明天就要离开清迈返回北京。今天晚上也就舍不得睡觉了，坐在电脑前整理资料，没事儿就出去抽根烟。不知不觉都已经早上5点半，天还没有亮，一些街边小店又开始忙碌起来，准备迎接新一天的日出。记得昨晚半夜3点多还有游客坐在这里聊天，现在总算可以我自己独享了。今天逛了一个古城外的寺院松德寺，也叫花园寺。这座寺庙背后的故事甚至比双龙寺还要精彩呢，你想知道吗？咱们下期继续吧。同一个旅程不同的主张，有什么问题请留言，欢迎转发点个赞。最后别忘了下期内容更精彩，记得关注三叔，我们不见不散。